哦，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集的开箱英文录啊。今天我们来开箱和上手的是老任最近推出的他们家的主机和掌机一体的游戏机Nintendo Switch 的最新版本 OLED 版。以及最近推出的2款游戏，还有周边什么的。关于这个 AS OLED，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了。本来大家都以为今年老任会推出一款性能增强版的 Switch 结果他推出了一款屏幕增强了，以及修改了其他一些小细节，但是性能一点都没有提升的版本。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有了 NS 的这个续航增强版但是考虑到我经常在睡觉前会用 Switch 的掌机模式玩一玩游戏这个 OLED 的屏幕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所以我就给它买回来了。应该不用做太多的介绍了。那么我们来开箱，先从这个本体开始。因为这东西比较贵，所以之前我已经打开来看了一下，确认它确实是 Switch。然后对比一下续航版的这个包装，看起来就明显环保了很多。从包装的封面也可以看到，我这是买的是新出的黑白配色的因为还买红蓝配色的话，就看不出跟之前的差别了。侧面 Nintendo Switch。背后是 Switch 的几种模式的介绍跟之前 Switch 是没啥差别的。那么就来开箱。这个是卖家提供的吧？2个手柄白色的。本体，也不知道重了多少等一下称一下。屏幕看不出来是不是全贴合的，等一下开机之后再仔细看一下。健康指南也是没人看的。新款的 Dock 感觉造型比之前的好看了，然后背后这里多了一个这个网线的插口。港版的这个音标的充电器卖家送的一个转接头，HDMI 线，挂绳，这个将2个小手柄转换成一个大手柄的这个支架这个东西跟之前的版本是没什么差别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爽然后开机有电吗？有电这个显示效果尝试一下从我那台旧的 Switch 上面继承数据，不实用，要先更新，很好，现在要2台一起更新了。终于更新完了，但是我插了一张 SD 卡进去，然后它又要再叫我更新一次，为啥呢？趁它更新的时候，我先把膜贴了吧。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原来绿联除了数据线，它还出屏幕保护膜的。再除一下灰。Perfect， 搞定，完美。这个边框这里还是进了一根毛这张膜不能要了。好，终于搞定了，可以来好好的看一下这台机器了NS OLED 版上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的提升真的是非常的巨大毕竟这一次升级最大的也就这个地方了。不光是这个屏幕的差别这个显示出来的色彩效果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或者这么说，当我玩这个旧版的 Switch 的时候如果能连接到显示器或者是电视机，那么我肯定是优先选择主机模式的。而这个新的 OLED 版的 Switch， 我觉得就这样子掌机模式一直玩下去也是没有问题的。旧版这个屏幕呢，就刚好处在那个忍一忍又不是不能用的那个等级新版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就漂亮非常多了。NS OLED 版这个屏幕我们仔细看了，应该是全贴合的没有了那个空气夹层之后，终于不是大灰屏了。屏幕的透光性好了不少同时这个反光的作用也降低了很多。然后是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颗粒感的问题虽然它确实是720P 的 OLED 屏幕但是肉眼看上去在游戏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反倒是旧款的 Switch， 它的屏幕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类似扫描线的横线的东西它这个屏幕的像素的间隔可能有一点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屏幕的尺寸它变大了不用像以前那样拿这么近去看所以这个颗粒感也不那么明显了。只有文字或者图标这些反差比较大的边缘离近看的话能看到一些红色或者是绿色的影子，平常正常使用的话呢其实是不太容易察觉的。真的要说的话，其实旧版的图标的边缘贴近看也是能看到一点点的。
Switch OLED 它的屏幕确实是 PWM 调光的在低亮度的情况下确实是会有频闪的情况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就看每个人的眼睛的敏感度了。我个人看上去感觉也没有太大的不舒服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 iPhone 用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暗光条件下长时间玩游戏的话，那我觉得好像什么背光它都是伤眼的总之这一个屏幕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那么来看一看其他的地方吧。这个手柄是完全兼容的。新版的这个摇杆据说改善了漂移的问题希望是真的吧不过旧版的摇杆我用下来也还好可能跟使用频率还有力度也有关系吧。新手柄在旧的机器上面它也是能用的。新版 Switch 除了屏幕之外最大的改进在背面首先是外壳的这个材质，这个磨砂的质感感觉更加粗糙了抗指纹的效果变得更好了。然后是这个支架现在打开变得更容易了角度可以调了，支撑的力度也不错最大可以打开到这里可以摆成这样不像旧的这一个死难抠起来然后角度也不可调，还松松垮垮的，放着也不是很稳现在可以轻松调整成各种角度站立着还挺稳的。背后散热的进风口上面的这个防尘网的网孔变得更加的细密了防尘效果应该会更好。然后左右两边多了一个橡胶的小脚垫方便站立的时候使用。顶部的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不过对使用的影响不大。还有就是本体加长了几毫米。两个 dock 互相之间都是兼容的。新版这个 dock 感觉更宽松了一点听说是为了减少划伤屏幕的情况发生。然后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dock 的里面也从这个磨砂的质感改成了这个光面的。dock 的后盖变成了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现在才发现为了增加这个网线接口是少了一个 USB 的。散热孔的设计有所改变不知道对散热有多大帮助。剩下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外观设计上的不同了这个防滑脚垫的面积变大了所以应该会更好像差不多。性能嘛暂时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差别该掉帧的地方它还是要掉的。好，本体看完了来看一看我新买的游戏还有周边首先是放到最上面这个已经拆了快递盒的月姬重置版，它是行月 Type Moon 的起点和 Fate 空之境界是同一世界观的这个游戏的原版发售于2000年，然后2008年的时候宣布要重置，到了今年它终于做出来了。右下角有一个 Aniplex， 然后左下角是这个18+的标志但是因为它是出在老任的平台上的所以大家想要的那些画面肯定是没有的是非常健康的。它是一个美少女文字冒险游戏简称 Galgame， 但是因为剧情写得太好了，所以行月就成功了因为它是文字冒险游戏，而且没有中文所以日语不好的同学，这个 Switch 版和 PS4 版就不建议入手了据说登录 Steam 的时候会有中文，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登录开拆就一张卡带，什么都没有送的吗？行吧。又要更新死に絶えた音の中で過去を忍ぶ。あなたが目覚めなければ。我跳过了更新，直接开了游戏，然后它直接就进入剧情了这个全部是有配语音的，还不错。Type Moon， 这序章怎么这么长啊？还不能跳过，能给个人来看一下吗 ？1 hour later， 美少女呢？我不想看番茄酱啊！蘑菇终于出来了。Press any button 原来还没有进游戏的吗？这个节奏我感觉也就当年能比较好卖了。原来不是全语音的吗？心理活动和这个背景介绍全部都是文字来的。君もしかして目が覚めてない？还好台词是有语音的。1 week later， 好啦，这东西跟说好的好像不太一样
感觉更接近这个有图有声的小说。希望这个剧情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好吧。这个例会感觉，这个真的是重制版吗？这个例会的马赛克感觉有点重啊。哦，原来刚才那个是局部放大啊，这样看的话还行。终于看到人了。月姬重制版它有 Switch 版和 PS4 版我之前去查了一下，发现它好像是没有 4K 支持的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 Switch 版因为它玩起来可以更方便一点，它支持掌机模式不用一天到晚坐在显示器前面。然后这个游戏呢，感觉要静下心来慢慢玩才可以所以我们开下一款吧。好，这个是银河战士的最新作。密特罗德生存恐惧，有中文的好评。银河战士它是一款横版跳跃射击动作探索冒险，还带一点解谜的游戏传说中的银河恶魔城类游戏中的银河指的就是它它自己就是一种游戏类别的开创者。如果你喜欢奥日空洞骑士这一类游戏的话，这一款应该也适合你。银河战士后来还出了一个叫做 Prime 的分支那个是 3D 射击游戏来的Prime 的最新续作还在开发中这一款是原系列的时隔多年的正统续作。到了现在，好像很多人已经100%完美收集通关了，然后我终于可以开始玩了。又是只有一张卡带的吗？不行啊，老任最近。果然又要更新，行吧。Metroid Dread 好像现在这个正式的官方译名是叫密特罗德了其实密特罗德是指这个外星生物。没记错的话，萨姆斯好像还是游戏史上第一款女性主角对，没错，这个大汉是个妹子来的。这建模好像还挺细致的。虽然你们看着好像打得很爽的样子，但是可以让我也打一下吗？现在的游戏开场都流行这么长的这个演出的吗？终于轮到我操作了。手感还可以，移动速度还挺快的。操作好像比想象中的要难。太滑了，感觉。这玩意这么难打的吗？原来是靠弹法的。这个新系统还是有点爽的。是我老了吗？终于到这里了那个传说中会追杀你的 Amy 机器人。溜跑，被人追杀还是挺带感的。银河城系列的经典设计到一个地方之后获取新技能，然后就可以去到之前去不了的地方了。这是一个要到处探索开地图找道具，然后那个乐趣才会慢慢上来稍微有点慢热的游戏所以我们还是把最后那个箱子也开了吧。最后这一个呢，就是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一个周边 Amiibo 关于 Amiibo 这个东西呢，在开箱之前我要先说两句。老任的这个 Amiibo 呢它简单来说就是带有 NFC 芯片的手办，它既可以当手办收藏或者是做摆件它也可以给游戏刷道具听上去是非常好的，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Amiibo 的做工实在是非常的不忍直视。我买了这两款天空之剑的 Amiibo， 它已经是200多块钱的高级版 Amiibo 了。虽然它的做工不像便宜版的 Amiibo 那么稀烂但是这个人脸还是做的这个塞尔达已经从少女变成大妈了。还有这个天空之剑的林克这个例会非常的英俊潇洒，然后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憨。还有这个大师之剑整把都弯掉了。还有这个 Amiibo 的包装，它是一次性的想要打开你需要进行一个破坏性的拆解对于核控来说这简直不能忍。那么为什么这个密特罗德的 Amiibo 我还是买了呢？
啊，因为不管是主角还是敌人，它都是没有人脸的啊，没有人脸它应该就不会崩了吧？啊，来开箱啊，见证生死的时刻。啊，千万不要崩啊！喂啊，做工啊，造型还原啊，细节啊，涂装啊，感觉都是挺不错的啊，没有脸啊，所以就不会崩了。毕竟一个要100多块钱，我后面那个魔里沙的精品也才100块，胶的含量比他们大多了。然后一个值得纠结的问题就是啊，要不要开呢？啊，开完这个盒子就没了。不开箱就这样子可以直接用吗？啊，是识别不了的。啊，开吧，都叫开箱异闻录了啊，就当是买了道具包吧。从底下开这个包装会不会完整一点呢？哦，从底下开的话，这个包装算是姑且还能用吧。啊。取不出来，老任你何必呢？为什么要把包装做成一次性的呢？啊，这个箱子没救了。拿胶布粘一下，假装是好的，还行吧。道具包加摆件。好，那么来总结一下今天开箱的这几样东西的这个购买体验啊，首先是 NS OLED 啊，如果你玩 Switch 是掌机模式玩的比较多，而且能接受 PWM 调光的屏幕的话啊，那么我觉得这个 OLED 版的升级还是非常值得的啊，屏幕的显示效果提升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啊，但如果你是主要玩主机模式啊，甚至是健身环、武力全开专用机的话啊，那么这个升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啊，毕竟贵了几百块钱啊，但是性能的提升呢，暂时没有发现。月姬超硬核粉丝向作品啊，普通的月球人的话，就还是等传说中的 Steam 中文版吧。密特罗德生存恐惧啊，如果你喜欢横版跳跃动作游戏啊，喜欢探索啊，喜欢这个银河恶魔城类游戏的话啊，这个必入。最后是这个 Amiibo， 脸不会崩，因为没有啊，现在就看你对这个游戏有多喜欢了。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喜欢这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次再见，拜拜。